你曾经团购加一过吗？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有这部分的经验吧，因为就连我老妈都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现在不止网红直播主都在抢占这部分的商机，就连拥有2000万用户的通讯软体 LINE 都准备开始大举侵略这片战场。从2015年的初试提升，到后来2018年 LINE 购物的上线，都已显现出他对侵略这片市场的强烈野心。而如今即将上架的拼团功能，更是直接敲响了这场团购大战。不仅打出口号人人都可以是团主之外，更是有别于市场直接喊出2人成团直接带走。究竟他是如何从通讯软体转变至今，又是如何翻转社群抢占粉丝经济？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， 这频道主要就是分享一些商业故事，以及偶尔做一些带团遇到的事情。喜欢的话也请帮忙订阅、分享小铃铛。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进入这期的内容。粉丝经济的逆袭 ，LINE 的团购时代。LINE 创立于2011年6月，最初开发的时候其实是针对日本公司内部员工的连续管道。然而后面因为受到311大地震的影响，而转朝着社会大众开放的道路前进。因为在311大地震刚结束之后，几乎所有的通讯方式都有问题，因为建筑物们严重损害，道路坍方，还有交通中断的情形大到难以想象。虽然手机还是可以打电话，但说话说到一半，常常讯号过差，就没办法听到对方在说些什么。而这时 LINE 的员工却发现，在这样子的情况下，网络连线竟然比手机通话品质还要稳定得多。于是他们便开始倾全公司之力，着手研发，让这款通讯软体正式上架。而它的名字 LINE， 便是因为当时人们井然有序的在公用电话亭排队的画面给了它灵感。要知道，在当时因为地震的关系，破壁残垣随处可见，但那些受灾的人们却还可以如此的遵守秩序，直接震撼了全世界的目光。而他在一登陆台湾之后，便立刻凭借着可爱的贴图以及免费通话的功能，旋风般的席卷了整个通讯界，直接干掉了当时的通讯主流 MSN 还有雅虎的即时通，成为新一代的通讯霸主。然而他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下。2015年 LINE 开始大举转型，并扩张它的商业版图，不仅自创品牌 LINE TV， 让用户可以免费欣赏电影、戏剧、综艺等等，还加重投资电商经济以及行动支付，并尝试推出 LINE Pay 和礼品小铺，解决你生活中所有需要的功能。然而或许是当时的人们还是习惯拿出现金来做消费，或是因为销售页面可能没有其他电商它做的那么好看以及完善，而且当时的商品种类也没有现在这么多，所以效果始终没有像预期的那么好。而 LINE TV 的节目更是在迪士尼家和 Netflix 的夹击之下，效果更是极为惨淡。直到后来2018年 LINE 购物的上线，虽然它没有深入利用它的社群特性，让用户可以在生态圈里创造更多的互动和价值，但它完美地整合所有的实体商店，而且采用导购的形式，有效地运用它原本的流量资产，让它真正的在台湾的电商市场做出口碑。然而2020的一场疫情，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场梦魇，然而对他而言却是加速他成长的催化剂。因为在疫情的时候，许多餐厅业者几乎都没有内用的生意，只好开始设想突破，而LINE官方账号的出现便是他们的机会之一。因为它不仅可以串联外带还有外送的服务，还可以使用电子支付款项，避免与病患直接的接触。这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客户资讯以及流量，更是快速的推动商家的数位转型，让商家得以继续的维持生计，并创造更多的财富。另外，在医疗领域
赖也跟1000家以上的诊所合作，让人民在这个出门都要步步为营的时代，医生可以进行快速认证以及视讯问诊，帮助病患解决各种医疗问题。加上后面配合政府做的疫苗、口罩地图商店，更是让赖逐渐成为了许多台湾人民生活的必需品，也让它的使用频率再创高峰。然而他却不满于此，在现今许多直播带货的频道或是团体网红大肆崛起的时代，他也看准了这片粉丝商机。除了在原有的直播功能中加入购物车和+1的下单选项，更是预计在月底的时候上线拼团功能，号称只要你敢揪，就能享受拼团的价格，而且2人就可以成团，不用担心流团的风险。重点是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当开团的团主或是加团的人，甚至不一定是要你认识的人，即便是陌生人，他也可以加入这个拼团。而这项有别于传统团购要一定数量才会出货的策略，不仅还没推出就让其他同业瑟瑟发抖，更是在带货圈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因为它在台湾可是拥有2100万的活跃用户，几乎99% 的台湾人都在使用它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如今要推出一款可以跟 Momo、虾皮抗衡的电商平台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。然而赖的转型却恰恰造成了一个突破口。在虾皮因为涨价而酝酿出一批用户出走潮的时候，赖它的不惜成本大举入侵，更是让许多商家看到了不同的选择。如今赖已不仅仅只是一个通讯软体，它更是以横跨旅游、购物、消费、电子支付的商家平台，串联出一整个脉络经济，就连许多国际企业都不敢小觑它。然而你知道吗？在台湾却开始渐渐的有反对的声音在浮现，因为赖的出现虽然促进了社会发展，但同时也增加了许多人无形的压力和工作的时数。想想看吧，当你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，还要收到长官、老板的亲切问候，或是你在外面享受旅游的欢愉时，因为客户的几句留言，便影响了整趟心情，你还会喜欢它吗？我想，有些人已经开始犹豫了吧，毕竟你也常常遇到吧。究竟赖他的未来会如何发展，而他的对手又会针对他使出什么招数？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吧。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也请帮忙订阅、分享小铃铛。我是 Coco，我们下次再见。